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继续更新一个新的开放世界生存制作加基地建设游戏。然后进来之后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设置在这边哈，从下往这个 S1 开头的设置，然后这边第二个是语言选择啊，我们这边语言选择这边直接往左边走吧。再点一下啊，因为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繁体，一个是简体嘛，我们直接点简体，下面有个应用设置，点一下就可以设置为中文了，有中文汉化的，直接用新游戏吧。这边有两种模式啊，一个是探索者，就是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能量消耗50%嘛，然后下一个是生存嘛，生存的话就选择这个生存模式吧，直接开始。OK， 进来之后，它这边任务在左侧啊，任务在左侧，屏幕左侧这个告诉你的系统故障，给电池供电。然后我们只要找到电池在哪？就是电池在这里啊，我们按一下1就连接。OK， 你看到这人物的背面，它有个电池包一直在充电，你可以看到了吗？人物的背面有个电池包，现在只有4个，因为我们现在人物比较刚开始嘛，所以电池比较小。我们身上这个电池啊就只有4个，我们按 Q 可以断开连接，就是停止充电嘛。然后它这边告诉你安装采矿模块跟升级背包。采矿模块升级背包我们需要干嘛？我们需要就是因为这个是电池啊，室内要通电必须要接电池，我们怎么接？就按1嘛，这边不是有个插座吗？插头我们按下1就连接嘛。我们出去是出不去的，通电这边看到这边有个插座，电源插槽4，说明这个室内空间里面有4个插槽，这其中第4个我们直接点击按1交互，它就会通电了。通电按1就可以打开了。OK， 通电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安装那个升级背包嘛，我们这边有个制造站，这制造站是它告诉你没有电源连接，那怎么办呢？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个插座嘛？这个插槽是第5个插槽，我们点一下它之后，然后找到它，你看到没有？人物身上有个电线，看到没有？地上有个电线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插头，对不对？再按一连接，就是它就有电了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是我们主的电源，电源之后连接门之后，这边有插槽，插槽之间只要连在一起，它们之间电量是可以互通的。然后这边我们不能在这里交互啊，这边是断开连接，按 Q 是断开连接嘛，我们走到旁边这边是按1是使用，然后这边就是它要告诉你，先升级背包啊，安装个采矿模块，就第一个采矿模块，点一下它就可以制作完之后，我们这下面屏幕下方有个按1装备嘛，点一下就装备了，装备之后呢，它左边的任务就完成了，然后还有下一个任务是升级背包，我们再按一下交互，这中型背包需要3个铁矿石，看到没有？这右边也告诉你3个铁矿石，然后我们现在就需要出门，出门之前先把电量充满，怎么充呢？我们出来之后，因为它这边是有你看这边显示是插槽是5，说明它有5个插槽，这插座它有5个插座，简单点，它5个插座号，门外面看到没有？这边还有个插座，这是2号插座，我们再按1交互下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人物这一充电了，对不对？它插座可以充电了，只要你的室内的插座连上主电源之后，你每个插座都可以通电。然后我们按 Q 字断开之后，我们就需要去室外探险去挖矿，这边有个铁矿石，我们按1直接开采，这边有2个，它数量显示2，就说明有2个。拆开之后在地上捡起来，然后我们人物后面的背包看到没有？背包插上去啊，这个背包是可以只有4格啊，然后我们直接就回来之后交互，然后我们终极背包还差1个，我们再去开采，开采又是需要人物你身上的电量的，所以说你们这个电量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消耗我们的电量的，电量就是一切。电量没了，人物是中型背包点一下就可以升级之后再把它捡回来，这边有个装备嘛，装备之后就下一个任务就解锁了。合成加密钥匙嘛，重新掌握空间弹，就这个钥匙嘛，它需要一把钥匙。钥匙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打开制作一个钥匙。这边有个钥匙电池，这边加密钥匙需要一个铜矿石跟一个分化的成块，这边做一个加密钥匙就可以了。点一下，然后这加密钥匙就可以在这边这边写着按 R 是插入钥匙，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控制面板了。之后我们可以部署打印机嘛，然后这边就告诉你因为它每个东西它就有交互，告诉你这东西是怎么制作的，电路这边是怎么连的，它都有说明的。部署这个打印机的话，打印一下，这个打印机可以按一下就可以交互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打印机就是我们制作一些高级物品需要的一个工作台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建在一个明显的地方嘛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你人物移动的情况下，它是按照你的这个 WSD 控制的嘛。如果你想要鼠标去控制怎么建造，就很简单。站着不动的时候，它屏幕下方有一个按 R 是建造模式。建造模式的话，你的鼠标就可以控制它的落点，鼠标的滚轮可以旋转。而且跟你说，这个打印机它是你
好像是不能拆的，你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打印机工作台是不能拆的，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它的那个线，我们找一下它的一个插座，我们转一下看一下它插座在，这个是插座了，看到没？这边中间有一个小正方形，这个是它电源插座。电源插座的话，如果我们经常断电的话，还是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；要是经常不断电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侧面吧，好吧 ？OK， 鼠标左键点一下就可以制作了，这个好像不能拆的，我记得。然后这边是通电嘛，这边就通电是要连接。如果你是临时做一下，不是很多，如果你没有什么电源的话，临时用一下的话，就用你自己身上的电就可以了。室内的这个电量啊，只剩下562点了。562点的话要小心了，因为我们后面就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发电机给做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游戏后面就是一直在挂了。因为我们的空间不是很够，所以有些东西前期就是不要多捡，有些东西确实很需要，但是在你背包有限的情况下不要多捡。蓝图啊，找到蓝图的话，安装信息板嘛，我们先要安装信息板啊。这里有个信息板模块，因为信息板模块你安装之后，你才可以找到地上掉落的那些东西啊。我们现在把电充满 ，OK， 满了99的电量，我们直接去出发，往这边走，这边有70多米，就是蓝图的这个位置。我们直接就把这个蓝图先捡回来。这边就是要通电嘛，我们先通电，不然通电还是不工作，它先用的是你身上的电啊。然后这边就是打印机嘛，然后我们找到这个，看到吧，这个一个插口就是蓝图插槽嘛，我们按1交互就可以了，它自动会学这一期科技。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打印机里面制作了。OK， 没有了。然后现在交互之后，这边就有电池、电力扩展、燃料，就是这个发电机，我们要优先去做。那风化的燃料棒就是这个风化成块，2个就可以做成一个燃料棒，好吧？这是我们要优先做这个。这个有个信息模块、拆解模块，拆解模块就是可以把你的那个建造的这些东西，建造不好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拆掉。打印机直接造一个燃料发电机，还是一样的。我们因为它燃料发电机需要加燃料的话，所以不要放太远了。OK， 就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是出电的地方嘛，我们燃料棒刚才不是有吗？我们直接从它可以放2个燃料棒，我们直接按1交互就可以了。放进之后它就会产电，产电的话就需要把电带出来，然后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线给断掉，然后现在按交互它，然后把它的线带回这个房间。插槽直接点一下交互就可以了。每秒钟它发1.0或者1.5的电，但是它是没办法储存的，因为你没有电池，它是没办法储存。然后呢，我这个设备它用一次是需要5点的电力，所以因为它不能存储嘛，所以你这个发电机直接连设备是没有用处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这个电池，好吧？电池的话才能储存电量，才可以给到这个设备去用。OK， 这个是头了，看到了，这边就是它充电的这个接口就好了。OK， 它是需要消耗你身上的电的，因为这个设备在制作的时候，然后这个电池之后，它就需要去再制作一个物品。它这边告诉你可以部署专机嘛，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多做一个这个电力扩展器，就相当于就是一个电路分成几根电线嘛，因为我们要同时供电嘛，所以这个我们再做一个复合金属。然后再做一个电力扩展，按 L， 然后把这个看这个电的，它每一个它有4个口都是输入输出都可以的，我们直接就是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吧 ？OK， 可以了。按1连接这一个设备可以了，然后侧边这个连接个电池，这样的话才把电可以储存起来。然后这一个呢？再连接到我们的家里面房间的电，好吧？如果正常情况下你多的情况下，你也是可以给它连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正常情况下就先不用嘛。这电池看往后推一波，这边有电池电量，它可以存50点电量。有些设备它比如说一次性要用35点的话，你这个发电机连接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它必须要用35点电嘛。你发电机它是没办法储存电的，所以需要耗用这个电池。这个电池有50点电嘛。所以你再接一个电接到这个设备的话，
那这个设备用电，比如说这个图需要耗电，它就可以直接用，它这边显示400多的电量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这跟你房间里面的电已经通用了嘛，因为连上去了嘛，它跟你的房间电也是连在一起的。你房间有434的电，然后这电池里面也有50点电，对吧？你只要把线连在一起之后，它们的能源都是共用的。你在这边充电的话，只有能源的话，随便充都可以，立马就充满了。但是它发电机充满之后，它就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再充了。然后这边能源一直消耗嘛，如果你身上一直没有在用设备，然后呢电量一直是满的话，你这个设备它就停了，看这个设备停了，对吧？因为你的能量已经满了嘛。你看这个电池是不是50点已经满了？因为满了之后它的能量就不会再消耗了，这是它的好处，它不用再转了，不用再发电了。OK， 直接装备。然后这边就点一下Shift键就切换，这个切换就是你一直是奔跑的，它不用再说一直扛按的。我们先把电充满 ，OK， 没充到呢 ，OK， 它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按Shift键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直是在奔跑了，你停下来之后再按下前进，它也是奔跑，就是它这个是切换，它不是长按，它不是，它是切换的，你只要按一次之后，以后就不用再按了。连上自己的电，然后就跟它交互一下，这边就蓝图了。我们按 Alt 这边可以创建这个蓝图嘛，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改造进度到660p 了嘛。我们按 Alt 它调出来，点一下，然后交互的时候，这边看到这边可以有两个，下面有两个按钮，一个是按一，一个是按 Alt。按 Alt 可以按的话，说明它已经可以制作了嘛。这边看到没有？这边显示不能制作，对不对？因为 Alt 没有了，因为它这个改造进度已经还没到这个675第2个阶段，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制作2个。这个蓝图了已经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挤到第2阶段，第3阶段需要700嘛，我们很快了，676，第3个阶段就可以制作这个燃料发电机 T2了嘛，我们直接等它做就好了。下面就是第4阶段就有探测车跟车厢，然后精电厂加工成金锭的，然后第5个阶段就是有 T2的储存个 T2，还有个温度发射面板，然后 T6 呢，第6阶段就有太阳能板了，还有个钻机 T3。然后这个后面就没有了，你只能解锁到试玩阶段，只能解锁到这个1000、2500之后，这个就不行了。通电之后给它做一个车厢，这边直接放在这里好了，按1确认，直接装在这里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激光模块装在上面了，再按1就可以了。哦，现在没电了，没电之后赶紧断电，然后去连接。把身上电断掉啊，不然人要死啊！把身上电断掉。OK， 然后赶紧过来充电。它消耗的是比较慢啊，但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电量，应该可以坚持把最后一个挖完，应该可以坚持，可以，应该很近嘛，家里很近，可以30%可以接，可以了，我们把它捡起来，把它拉回来，然后这边可以部署2级钻机的跟安装叠加2模块，我们先把它断掉，把线断掉 ，OK。然后先把自己电先充一下。哦，家里的电已经没有了吗？完了，家里的电已经没有了，家里已经没有电了。你现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再造一个发电机吧，刚刚好了。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了。OK， 然后把这个电力连过来。好了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把燃料棒插进去了，有多少插多少吧。然后这边可以把这个线断掉吧，把这个线断掉，把它连到这边来，然后把电量共用嘛。然后这边就不缺，然后把这个线断掉，连到这里来，连到室内吧，连到室内好一点。他直接把我电充满，看，他已经帮我在充电了。连线的时候他已经帮我充电了。然后这边把它连到因为暂时确实不够啊。然后这边又要做2级的嘛，2级的话，1级的话要拆掉1个了，这1级要拆了。那现在我们有拆解模块，我就要去做一个拆解模块。钻机2个，要把这个拆掉吧，我们先去掉，我们把电线先断，把这个断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拆掉1个，靠进去之后它显示个 Q 对吧？长按 Q 拆除。
OK， 拆掉之后它东西是返回的，除了电量是不返的。如果说你把那个电池拆掉的话，那电池储存那个电量都是消失的，所以你拆电池要小心一点。其他的话都没什么问题啊。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造一个探测车。Beautiful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它这个走应该是，哎。吓我一跳，它的电量应该是用的是你身上的电量。电池模块别造错，叫电池模块啊。然后按一下 Allo 监测模式，然后把它放在上面。然后这电池模块它是可以储存50电量的话，你就要去充电嘛。充电的话就需要，我们开到后面来就好了。按 Q 下车 ，OK。它电池上面就可以充电了嘛？看看它电池上面的这个电量模块，看1、2，对吧？慢慢在充电。这个电池就是你要去探险的话，没电的话就可以在车上面去充电嘛。然后现在，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探险，要去再开采矿石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是需要的话，你就把它连到它车屁股后面就可以了。这个车是可以连接起来的啊。这个插座嘛，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在充电，sorry，看错了。那等一下吧，等它充完电也可以先。断开，这个也把它断开。断开。然后是这样的，就是把这个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嘛。然后它屁股后面再连一下就可以充电了嘛，不影响。那就是我如果拽着它呢，拽它就可以踩。它是用的是你车上的电啊，用完之后就用你身上的了。那现在一直在用你身上的电。它踩完之后应该是有入口，你看这个就是入口。尽量小心点，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可能回不去了。真的是有入口现在。OK， 只剩下50%的电了，这个很危险哦。探险这边有这个下载。OK， 建造一个车厢，2号车厢。然后就好了，然后还有再建造一个储存模块，储存在中间。然后这个车厢把这个拆掉它，然后把这个激光装在这上面就好了。OK， 然后就可以把车厢连接起来。可以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需要中型 ，OK， 炒完这个就刚好够了吧？然后这边就刚好就6颗啊。哦，它车上没电了，那通一下我的电吧。OK， 插入燃料棒，然后按1发射。
没有电源连接啊，电源在哪？电源在这 ，OK， 我就可以连接了吧？主钥匙已经被下载，那就可以把电断掉了。OK， 那我可以在这边直接开始钥匙了吗 ？OK， 开始了。然后这边开箱子就行了。然后这边就试玩结束了。你发现了一颗生命之种，在完整版中你会发现更多，可以种植这些种子来培养森林币繁育，可以养鲲哥啊！看这边有个鲲哥，鲲哥比我人都要大。OK，试玩版就体验到这里吧，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